来了啊 ！MMC 这家厂商其实一直致力于服务漫画系的玩家，确实啊，漫画的相关角色出的实在是太少了。而这其中这么重要的坦克 V，MMC 这回终于做了出来，盒子看起来还是挺大的，人形包装，制品说明书、人物卡、武器带了这一把大宝剑，哎，造型和涂装看着还是不错的。金属锁链的流星锤，这个链子也挺有分量，前面的刺头这些地方都是软胶的材质。摸起来很安全，并且这个通透感感觉做的还不错吧。配件里边还会带这个黑色的马桶和2张替换面雕，也就是说你想要的话，也可以换成峰会那样的黑脑袋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银色零件全部有上漆，所以对着光看亮闪闪的，非常漂亮。该说不说 ，MMC 这家厂对于角色的造型塑造、美型这一块拿捏的真的是很到位的，很漂亮的一个胸毛 V， 整体的一个造型来说，基本上问题不大。该有的这些元素都还原了，同时这张脸做的也挺帅气的，而且其实仔细看威震天的这张表情，还相对来说很善良的样子啊，并没有后边作为一代枭雄大反派的那种邪恶的元素在里边，所以摆出当年在游8里边一呼百应的这个姿势，哎呀，非常的对味啊！胸甲上边的这些胸毛花纹都是内凹刻进去的。造型来说非常的漂亮。另外呢，拆开这一层胸甲，里边其实还有当时矿工 V 的那些警示条纹的涂装。脖子在球形关节上边，根部还有一个来回活动的轴，点头抬头幅度挺大的。肩胛这一块独立的活动，摘开以后范围挺大。这边有蝴蝶的关节，变形的需要。肩部这里是2段的轴，范围可以。外侧这里还能平举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2头肌根部左右能旋转，胳膊肘的位置变形需要在里边有一段伸缩的关节，外边这里来回的折叠，哎，可以大概折到180度啊，而且里边有挡肉的零件，同时这一块还有一个联动的液压杆儿，小细节做的还是挺精致的。手腕可以左右旋转、前后活动，并且全指可动手。胸口和腰部这里是2段的关节。所以范围其实还挺大的，来回的活动也没有问题，并且能拉出来进行弯腰。胯部活动，根部这里其实有一个磨盘的双关节，带有齿位，往前拉，前踢可以踢到很高的幅度，拉下来之后，后踢其实也能不被影响到啊，很好。侧抬，齿轮关节，踢个90度没问题。大腿根部左右这里可以旋转。漆面还挺紧的，膝盖这里折叠一个135度左右没问题，而且前方这里变形的过程中，你锁定的联动膝盖甲这一块可以跟着活动。脚踝左右接地幅度很大，前后旋转，脚尖这里也有一定的范围，都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素质啊！也正是因为它的前身那个城管柱子，它是在原先的那个基础之上进行改模出来的。哎，你能想，威震天和擎天柱用的是同一套的设计逻辑，而且基本上有很多的共用零件，这个体验确实还真是第一次啊！老威和柱子同模，哎呀 ，MMC 的这个设计师啊，在改模的这一块也是深得官方的精髓啊。反正网上据传说吧，之前 MMC 这设计师好像就职过官方啊，所以呢，他能这么做的话，哎，还真的挺不出意外的。那我们也是开始准备变形，这一款其实主体的部分跟城管柱子是差不多的。首先臂炮摘下来。小细节，把这一块连接的扣子往前折90度，炮管拉长备用。第一步，上半身这里先拉长，根部其实双关节有一个锁定的扣子啊，把这里拨开，胸甲双关节翻下来，在里边有2个扫雷的前边铲子，我们把它翘起来，这样好操作一下。稍微翘一定的幅度之后，翻转一下。再把下边的这几个爪子翻到胸甲的外侧来，接着斜着固定，这里有2个插扣，插在胸口里边，上面的这里有一个定位的点。好，把胸甲跟这样拢起来，拢了个胸。哎，
嘿嘿嘿嘿，这个挺大的，尖尖的。接着把肩膀的这一块中间有很多的连接杆，全部把它拉松，延展出来，好吧？侧面这里通过双关节把这一块小零件推出来，拳头握紧，不用隐藏，胳膊顺着小臂里边的双段关节把它缩进去，然后通过这一块的肩膀活动关节把它拉平，立起来。好，接着来拆背包的部分。背包的锁定点左右这里有插槽，根部这里有2个圆桩子卡着造型的边儿，顺着这个缝隙看，在这块可以旋转的装甲这里有一个插槽，变形的时候也注意啊，把它放在里面，然后让开这一块的圆豆位置，拉出来下方这里的一个关节走向。这里边的关节转动的方向还是挺多的，注意一下。好，现在就把它整个的劈开了，6块，中间这里掏出核心的部分，双关节撸起来，然后脑袋稍微的避让一下，它这一块空间给的挺紧张的，脑门这里尽量的不要蹭到7，90度把这张脸压下去，然后把这个盖子顶过来，前方有插扣结合。其实这块尖角的位置挺容易刮到的，变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再把这根棍子打横，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手臂的结合了。把这一块的小臂横着转一个90度，注意它把这一块的扣子撸到上面来，肩膀这里的双段关节往起翘一翘，然后通过这个蝴蝶关节往后折，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多重的卡扣，把它全部都扣住，钉上。好，然后把这一块连接中间的一个扣点插上去，掰到外侧来。另外的一边同样折90度小臂，拉起来这个双关节再往内折，对准这里边的插槽，定位。小臂上的扣子和中间夹心儿结合。2条手臂扣好了之后啊，注意上方这一块肩胛的位置要错一下，它是一个压一个的。这里的棍子交叉成了一个 X 形，下方刚才我们已经固定好了一个扣子，这一块折上来又有一个扣子，顺着这里锁一下，检查一下上下这里都结合满了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2个肩胛左右扣在一起，结合。把刚才变好的臂炮掏出来，通过这一块的空槽结合住上面夹起来的扣子，然后调整根部的这2段关节，稍微的挪一下，翻过来，其实就是放在这里啊，并不是很好的一个固定。上方这里的机炮双关节撸起来，这边旋转一下。背包这一块的变形，因为这根部的转轴很多嘛，容易转乱了啊。不着急，咱们一点一点的来。首先转这个圈儿，把里边的扣子翻折出来，这边有一个插槽，然后多段的这个转轴连接杆啊，其实很简单的操作方法是啥？注意看这儿有一个方扣子，在转轴的根部这里有一个槽，我们就是来回的调整，把这个槽对准了，插上去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打开这片盖子，再通过这里的轴拧一拧，全部转好之后，刚才拧出来的这个插扣就和履带侧面这里可以进行连接了。这里垫进去啊，稍微的夹一下，把它插紧，再把外侧的这一片旋转个180度。记得结合好之后，三角区域和手臂上方这里还有一个插槽进行连接，把它们都结合到位，压紧。腿部的变形跟城管柱子那意思差不多啊，先打开膝盖的盖子，抽出来中间的这个滑槽，这里是控制它膝盖甲联动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拉起来，这儿有一个小三角，把它折开，双段的关节往外翻，在这里边要把这个连接的小轴折进去，这个往上贴合好，
在脚踝拉一下，双关节稍微的往长推一推，里边还有一个双段拉起的面板，中间位置还有一个支撑的片儿。把这些全部叠好之后，撑起来，扣上，再把这个脚尖往回窝，通过脚踝双关节调整一下，脚尖背上边这里有个扣子，结合。现在就把它变成这样了，盖起来。两条腿全部变好，就可以把腰部中间的这一节拉长，根部有一个滑道，旋转180度，跟城管柱子一样，把前裙甲通过这个双关节折进去。这一步根部还是挺纤细的，小心一些。然后顺着这一块的关节，整个的90度翻横下来。注意在腰中间这里有2个扣子，对应上方这里的2个插点，进行结合，咬住，拳头稍微的转一转，把这些可动的手指一定要保护好啊，因为关节很多。好，现在就可以通过腿部内侧的滑道把它缩进去，缩下去之后，膝盖甲尖上面这里有2个插扣，和手腕这里进行扣合，夹住，这里推到底。难点主要是保护这些可动的手指，小心一些，而且一定这个滑道要推到最根部。推下来以后，双腿中间的扣子就可以连接在一起了。外侧的这个履带通过一个双关节往下搓，这块小三角填起来吧。于是 MMC 的这款漫画坦克 V 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哎，前方的这2个爪子向上翘着，好看一些啊。那整体来说的这个造型吧，你说坦克的元素其实是有的，但是身材方面感觉太长，也太窄了，不像个坦克，更像是什么呢？弹簧的那个车型。哎，不会，这个模具将来以后还能改一个弹簧出来吧？以我对 MMC 这家厂的理解啊，他应该会这么做的。反正这个坦克形态真的挺诡异的吧？还好的是什么？哎，这一次塑料的履带每一片都是可以活动的，哎，还挺灵活的。我这桌面有点光滑，不然的话推车滚动的话应该没有问题啊。这履带特别的爽，很解压，而且上方这里的炮台左右还是可以旋转一定幅度的，大概各30度左右。这坦克给我印象中应该是方方的那种啊，也别这么高，现在就是感觉太高了。如果说你抛开履带和上方的炮塔的话，这个其实就是城管柱子原始的那个根基啊，加了这2块而已。肩甲、背包把这2地方换了，然后轮子换成履带。可以说这个伪装形态基本上迁就的，也就是最终服务于人形的一个效果。人形确实做得不错，很帅，可动性也很好，但毕竟是漫画里边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。要以我个人的猜测啊 ，MMC 肯定是想着坦克 V 这么一重要的角色，当然是要出的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又不想投入太高的成本，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肩甲啦、履带啦、背包这些地方啊，它这些零件分的其实还是挺多的，所以在主体的部分，它用了很多城管柱子的共用零件来缩减成本吧。但是缩减下来，这玩意儿还是卖750啊！这个怎么说？你就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啊！其实完全这一款可以做得更好的。那么大家觉得 MMC 的这款坦克 V 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